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21号，星期二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比特币。今天比特币又进行了一波回踩，然后从4小时来看，这是第3次回踩，然后这是一次，这是第2次测试，这是第3次测试。从 MACD 来看，这是一波，我觉得是一个加仓的一个机会啊，也产生4小时级别短期已经产生了背离，然后12小时级别这个地方是一个加仓的信号，就是量价已经产生了一个背离，这一波回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仓点。日线级别它还是处在日线级别的筑底震荡的一个阶段，那么从小级别往大级别过渡，它也需要一个过程，所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量价的关系。还是跟昨天说的一样，今天跟昨天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昨天是进行了一波小的反弹，然后今天又是一波回踩，然后从10月11号、10月10号的那一波，期货市场的清算以后，那么短期的流动性就被抽走了，那么需要在这个地方短期震荡，然后吸收一点流动性，增加一点流动性，让整个市场的价格再次统一，然后再进行一波选择向上还是向下。但是我倾向于是向上啊，牛市并没有结束，但是是牛市末期的一个行情。然后看一下期货市场，我用的是币安的数据，期货市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浮动，这一波上涨到了11.14万附近，然后空单的空单的数据就上来了，然后一波回踩以后，把空单的数据再结算一下，然后可能会震荡一下，新的行情再往上走。从10月10号和11号这期间的走势来看，就是空军非常强啊，空军非常强，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把空单再整理一下，然后让多头的力量在这个地方再集中一下，然后才会走出一波新的行情。但是现在还是比较冷清，你像持仓并没有增加太多，从这一波清算以后，然后持仓并没有明显的增加，还是非常冷清的，所以市场还是在一个休整整理的阶段，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。让我们从大级别来看，这一波的回调啊，依旧还是在前高的这个位置获得了支撑。然后这个周五对吧？周五的 CPI 看看是否能有一点利好，然后让行情，然后让这一个周线呃看涨啊，收成绿色而不是红色。从前面这2个周的周线来看，就是抄底的资金情绪还是在的，短期应该有插针震荡，但是大趋势上还是倾向于还是有一波呃反弹，比较不错的反弹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，以太坊以太坊走的是比比特币要强一点的，但是跟比特币一样，也是走一个回踩的一个行情，然后1次、2次、3次，然后它现在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形态，就是收敛三角形，收敛三角形。
那么从这个形态来看，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就会出行情了。如果下去收上来的话，那么后续是非常看涨的。如果说直接上去了，那就行情可能要提前启动了啊。以太坊走的比比特币要强一点。从周线级别来看，它也是在 MA20之上啊，获得了支撑。我觉得不需要过多的看空，这个位置适合看多，不适合过度看空了。以太坊也走出了一个背离的状态啊，短期这个地方有反弹的需求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加仓的时候。1小时已经完成了整理，4小时是在整理的末声。我们看一下汇率对。汇率对从10月10号这一波下杀以后，迅速又升回了0.036啊，这个位置进行了整理，然后后续震荡震荡，可能会再来一波上涨。呃，对于他的看法，昨天的视频已经讲过了，接下来的位置倾向于看0.05这个位置。接下来行情我是看好以太坊。因为昨天的视频已经把很多的看法已经表达了，今天是突然又有一个回踩，我倾向于这是一波很好的加仓的时机，然后给大家发一个视频提示一下，记录一下。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加的是以太坊啊，3860加了一点以太坊，然后看好它的后续的涨势。然后像 Bitmain 他们的机构持仓成本，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020附近，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是有一点在他们的成本价之下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加仓位置，所以说就加了一点货。那么今天是周二，可能会美股会开盘，然后美股是走的一直不错，从10月10号的下跌以来，今天已经修复了所有的跌幅。还有黄金也一直，黄金从10月10号已经又创了新高啊！黄金的涨势是对关税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反应。那么黄金的涨完以后，它的接下来如果关税的政策缓和一点，那么后续对风险市场又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信号。那么接下来的上涨或者是反弹，配合关税战的减缓，那么我觉得是在接下来的10月底啊，11月是比较不错的。这还有点期待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的内容，好吧？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好，拜拜。